说来话长，当时我也是身家上亿，然后因为丈夫赌博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，输光了所有。当时我还在统计里面住院生孩子，就每天各种电话催债呀，打电话找我上门要钱的。当时他人也跑了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给我父母打电话，他们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，特别低落。当时就是有一种想抱着孩子跳楼的那种想法。因为我是农村人，没有家庭背景，也没有靠山，现在就什么都自己干，然后想把孩子好好养着。那你这个正常晚上营业到什么时候啊？有时候客人来晚了，就搞了3、4点、4、5点钟回去，几乎我每天都天亮回去吧。因为我有一些家庭变故，然后孩子出生就没人带，就一直都是阿姨带着带。那当时你跟你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是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也是做烧烤。我们当时在武汉有12家店，当时做民生烤虾，在武汉也算是分店最多的烧烤店。然后当时在武汉做的挺火的，每个店营业额1万多吧，一天纯收入10万。那时候每天吃喝玩乐根本就不用干什么活，每天就纯收入10万左右，就每天就想着到处哪里去旅游，哪里好玩哪里玩，从来没干过活。现在就为了养活孩子啊，从摆地摊开始，很多人不相信我可以去摆地摊啊什么的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很多人笑话我，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。为了养活孩子，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，什么苦也能吃。没办法，都是生活所逼的，必须得什么都会呀，你不会谁也靠不住啊，因为只有靠自己。女孩子都是被逼出来的。送小黄鱼。出院之后，还是住在自己房子里面，但是法院通知卖房子，但是有一个过程，没那么快。但是每天还是各种催债的，敲门呀、打电话呀、恐吓呀、威胁呀。然后我跟我父母买的房子也是，买的养老房子也是在我那个小区后面，也是买的2期，我住的1期，就隔一条马路。那种要债的，就天天逼上门来。就是恐吓我什么的，你要是不还钱什么的，去对我家人怎么的。但是我又怕他们受到伤害。房子快卖的时候，我爸就知道我要卖房子，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说你弟弟现在也在外面欠钱了，别人也找上门来了。我说爸，那我真没办法，我说我现在这种处境，我自己都救不活了，我没办法救你们，我也帮助不了。我爸说，你这房子不是才卖了，手上还有几十万块钱吗？他说你先借给我。我跟我爸说，我说这个钱真的不能借。我说现在孩子刚刚出生，他爸也跑了，也不在了，我也联系不上。我如果把这个钱借给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，怎么养活孩子了。然后我爸就跟我闹，跟我说好话，然后就是说求我。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。然后我爸就说，他说这个钱你借不借？我说爸，我真的不能借。我说我借给你，我就没办法养活孩子了。我爸说，行，那你不借，你今天在从今以后不要进这个家门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。我说行。我说爸，这是你说的话。我说你给我记住了，我绝对不会踏出这个家门半步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。多少年没回去了？快5年了。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家。想家吧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但是没有一个亲人给我打过电话。我弟弟结婚生孩子买车，家里只要说什么，我都从来没有反对过，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。然后他们那个养老房子，当时也是我做烧烤赚的钱，然后去跟他们买的。去交那个钱的时候，当时那个钱上面还有孜然的味道。当时我还跟我爸开玩笑说，我说爸，我说这个房子都是我辛辛苦苦每天熬夜挣出来的钱，我说上面还有孜然味。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赚钱有多辛苦。
当时我开十几家店的时候，我爸妈从来没过来给我帮过忙，只是一味的索取，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么好了，你弟弟怎么的？然后就说要我给点生意他们做。当时我有12家店的时候，我就给了2、3家店，我爸跟我弟弟他们自己去做，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去给他们的，给他们管理。我弟也是不务正业，每天就不守店，到处跑，到处玩。然后那个3家店也被他们慢慢的就败完了。我出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打电话，我就把所有的事情跟他们讲了。他们好像听的是听别人家故事一样，没有任何主动说过来看一下我、安慰我什么的，帮一下忙。恨没恨过他们？恨过，但是我恨又能怎样呢？他们作为父母的，都从来不心疼我，也从来没管过我。但是我只是恨那一时，就是当时他说这话那些时候，后来就再也没恨过了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回过家，特别是每年逢年过节，看到别人家热热闹闹过年的那种气氛，就特别羡慕。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个70、80平的房子，然后还是请了阿姨带孩子，我就自己去集贤街摆摊卖烧烤，然后摆了2年之后，存了点钱，然后自己又开了店，然后到现在有3家店，在武汉有3套房、2辆车。我看你刚刚开的那个保时捷可不便宜啊。还行吧。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回家。听说我这几年没回去了之后，好像听说他们已经离婚了。因为以前怎么说呢？虽然我是一个女儿，但是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部都是我做主。然后可能没有感觉，就是感觉他们没有我这个那种靠山之后，他们觉得日子挺难过的，然后就整天扯皮啊干嘛的。然后弟弟也是那个样子，不争气，然后他们估计也过不好，然后就也离了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搞到4、5点钟还要把第2天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啊，腌制好啊，然后第2天来再穿什么的。一开门，每天一开门就直接炸锅，每天排队，1年365天都没休息，过年我都没休息。去年过年的时候卖羊汤啊，然后那辆车就是去年冬天卖羊汤赚的。那个保时捷就是卖羊汤赚的。对。你还做羊汤？对，我们冬天做羊汤，夏天做烧烤，天天烟熏火燎的，谁愿意做啊？但是比打工强，只要能挣钱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来，这个就是今天呢在武汉非常火爆的这个海鲜烧烤，他们家呢也是我在网上啊无意中刷到的，感觉到这个美女老板娘啊这个创业的故事啊非常励志，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跑过来尝一尝。我先来尝尝它这个烤肉串，这个烧烤啊味道好不好，主要是看这个烤肉串。那它这个肉串呢可能是提前腌制过的，所以吃到嘴里面啊非常入味。因为我们的摄影师啊不怎么能吃辣，所以我就没让他放辣椒。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咸香味的，而且外皮烤得很焦，很香。这个是龙虾尾。一般正常我们吃这个龙虾尾啊，要么就是卤出来的，要么就是烧出来的，但这种烤的还是第一次吃。感觉这个烤出来的应该更香，因为它外面撒了一层孜然粉，所以吃起来特别香。我的最爱，烤小黄鱼。它这个鸡爪啊，因为是卤过的，然后再烤的，所以呢，感觉非常的软烂。这家老板娘的故事啊，非常的传奇，而且非常的励志。从身价过亿，
然后到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现在又能东山再起。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早，所以说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是他从这个开门一直到现在就没停过，什么事都做，烧炭啊、穿串子啊，什么都干。现在他做了3个店，而且每家店的生意啊都比较好。